愛的暗號，只因我一對天眼始終大路，心思精細總有分數，當苦惱冤案總可得到，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卻步，只需要根據感覺他的引導，機警的我總有一套，問誰買力實力我認最好，逐步構思我分析圈中哪個可以，然而縱使身體此刻透支，來望我知穿梭空間太過容易，讓你知我話是追根究底，一心偵緝到底，絕對機警偵探出位，憑我事實上懷有絕藝，追根究底，始終偵緝到底，撞破艱險的計中計。怎么会这样？你做过什么？我什么都没做过，不关我的事。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毁灭证据了？可惜啊，天网恢恢。你看看你的罪证。那我想宝宝都半岁了，就想给他点婴儿食物试试了，谁知道吐的到处都是。然后你就毁尸灭迹，不让我知道。那人家怕你生气嘛，谁知道你那么聪明，什么都知道。那还用说？不然的话，你老公我怎么叫做古灵精探？于子儿，你样子这么憔悴，昨晚带孩子熬通宵啊？你怎么知道？哇，上班还带奶瓶，傻子也知道了。没办法了，小皇帝能吃吗？整晚哭着要吃。于子儿啊，你每天上完晚班又接白班，身体吃得消吗？哎，这叫闺房乐。你们这些单身汉不明白的，正所谓有空带宝宝，老爸也变妈咪。很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不说了啊，我要做事啊，拜拜。Morning Sir。Morning Sir。你什么意思啊？头也不梳，衣服又不熨，喂，被人看见不就破坏我们专案组的形象了吗？喂，罗 Sir，你的电子手账新买的，很漂亮啊。算你识货，这部手账不只具备所有最新的功能，还有最先进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我的生日礼物。好漂亮。罗 Sir， 刚收到通知有命案发生，马上出发。Yes Sir。你说会不会是密室杀人事件呢？这个罗 Sir 真小气啊，非要我们挤在同一辆车里，就怕别人坐坏了他的车。车本来就是用来坐的嘛，你不坐也会坏了。喂，师，这么大的事？行，马上来。大块，马上左转。啊，左转。我们现在去。左转，10万火急，吃苦有病。好，走着。这个于次郎是不是太过分了？他人哪儿去了？不知道啊。于 Sir 说10万火急，像救命一样，他说一定要去。怎么样，罗 Sir？初步检验，死者胸口有明显刀伤。不好意思，罗 Sir， 我来晚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现在做人父母太不容易了。刚接到我老婆的呼救，说街口那间药房呢结业大清货，就到今天。那我就赶去了，幸好买到了几包纸尿片，不然的话会后悔死了。你不是吧？你去买纸尿片？哎，那没办法了。宝宝现在吃的多，拉的多，一天要换很多纸尿片呢。现在赚钱真是太难了。哎，皮爷有什么发现？爱困，基本爸爸。哎，买些。初步看来，死者是被人用利器刺中心脏致死。从伤口的大小判断，凶器很有可能是一般的匕首之类的。他手上面的伤痕，应该也是被同一把利器割伤的伤痕。一刀就刺中心脏，他很准吗？啊，对了，万花姐，
，sorry， Sorry， 婉华去美国受训了。这位美女是刚调来的鉴证科的同事，叫做陆安彤。你可以叫我艾希。嗨。难怪他这么酷的，起错名字了。鉴证有什么发现？我在茶几上面找到2个用过的咖啡杯，但是杯子上面并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另外，大门也没有破门而入的迹象，而现场也不像有发生过打斗的痕迹，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疑似杀人的凶器。很明显，茶几上面有2个咖啡杯，表示之前凶手跟死者曾经喝过咖啡。大门没有被撬过，表示凶手和死者是熟人。咖啡杯上没有指纹，也就是说，很明显，凶手行凶之后清理过现场，带走了凶器。那就是说这是起谋杀案？那倒未必。如果我没猜错，这一起应该是自杀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他自杀？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虽然凶手有时间擦掉杯子上的指纹，还带走凶器，为什么不干脆也带走这一对咖啡杯呢？如果死者是自杀，为什么现场找不到凶器？你别跟我说凶器有双脚自己走了。罗 Sir， 你问得好，答案呢？我还没想到。我玩玩嘛，没吓着大家吧？一点反应都没有，还不是自杀？怎么样，神探？想了这么久，想到什么了？刚刚想到，在这扩凶器上面，很明显少了一条弹簧。再加上死者现在死亡的位置，他胸口的血不可能溅得那么高、那么远，溅到玻璃门上面。另外，门框有被刮花的痕迹，还有死者手掌上有被割伤的伤痕。如果我没猜错，整件事应该是这样的：死者为了要制造凶手来过的假象，首先冲了2杯咖啡，然后他不管喝了还是倒了。最重要就是擦干净杯子上面的指纹，跟着死者呢就在那个扩凶器上面拆了一条弹簧下来，再利用这条弹簧一边绑着刀，另一边就扣住玻璃门的门框，最后对准自己的胸口一刀扎下去，然后松手，这把刀就会随着这一条弹簧的弹力从这个玻璃门嗖的一声就飞了出去，掉进海里，那就神不知鬼不觉了。于是大家就见到这种情形了，自然相信这一起是凶杀案了。但是死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哦，那就要问他才知道了。总之呢，现在只要找到那件凶器，就可以证明我的推测是没错的。就会说，外边大海茫茫，怎么找？罗 Sir， 麻烦你借你那部最先进的电子手杖用用。你想干什么？谢谢。别把弹簧拆下来。他想干嘛？看下去你就知道了。喂，你想干什么？喂，你不要乱来！我的生日礼物啊！ Sir， 水井蛙人根据 GPS 全球定位系统呢，果然在凶案现场对面的海底呢，发现了你的电子手杖。还在这个15米以外呢，找到连着弹簧的匕首。鉴证科化验过，证实弹簧是从死者家里的扩凶器拆出来的，而匕首上的血迹和指纹也证实全是死者的。法医方面证实，匕首的大小和形状与死者身上的伤口极为吻合，也就是说，匕首应该就是杀人凶器。哎呀，相差了10米那么远呀！为什么我没计算纸尿片吸了水之后的重量呢？ 真是失败，这也不能证明死者一定是自杀的。难道那个凶手不能布局？我问过邻居了，据说死者是一个病态赌徒，曾经欠下高利贷一笔巨债，在半年之前，他和他老婆已经离了婚，儿女判了给他老婆抚养。而我也查过了，在2个月之前，他刚买了一份保险，保险金有上千万那么多啊！哎，很明显啊。
他这次装被人谋杀，就是想骗那笔保险金，然后就给他老婆儿女做这个安抚金。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说是吧？啊，于 Sir， 你真厉害啊！这么狡猾的手段你也能拆穿？这次也要靠罗 Sir 那部电子手账才能破案。还说呢，你把我的电子手账扔进大海，泡个海水没用了，你开心了？没办法啦，罗 Sir， 你那部电子手账有 GPS 全球定位系统，到哪儿都能找到的。那为了破案，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无所谓了。真棒，罗 Sir， 这次有立大功了，我们恭喜罗 Sir， 希望他升官发财，恭喜！恭喜罗 Sir， 恭喜罗 Sir， 罗 Sir 真棒，罗 Sir 真棒！哇，怎么宝宝哭得这么可怜也不管呀？宝宝呢？我听见他哭得好惨啊！姐夫，如果你想听你宝宝的哭声呢，没问题。原来你用宝宝的哭声来做铃声啊！不止啊，我这个手机铃声也一样啊！哎，我也是。真服了你们了，你们每个人的哭声铃声都一模一样，手机一响起来，你们能分出是谁的吗？怎么会一样呢？那我这个呢，是你的宝宝肚子饿的哭声。啊，你听啊，这个呢就是你的宝宝尿嘘嘘拉臭臭的声音。那这个呢是想睡觉的哭声。是啊，对吧？怎么我分不出来？每种声音都好像一样啊！姐夫，你连你宝宝的声音都分不出来，你怎么做人老爸啊？还说自己是古灵星探呢。是侦探，不是星探。星探。今天呢？刚才宝宝哭得翻天覆地的，可能在里边喂奶了吧？哇，这么大的场面，怎么能没有我呢？喂奶别错过。岳母，怎么你也进来了？你刚才叫我什么？不是，我看你披着岳母的衣服，我以为你是她嘛。爸爸，我披着我妈的衣服，你就当我是妈；如果我披着婆婆的衣服，你就当我是婆婆了。我知道，在你心目中，我早就成黄脸婆了。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什么时候当你黄脸婆了？我知道，带了半年孩子，不变黄脸婆，也变成胖主妇了。就算你是主妇，也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主妇，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俏主妇，没人比你漂亮了。真的？当然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这还差不多。哎呀，不见了，糟了，去哪儿了？你找什么啊？你不是进来喂儿子喝奶吗？是啊，我刚刚明明冲了一瓶奶嘛，然后美人打电话来，我跟他聊了一会儿，跟着奶瓶就不见了，到哪儿去了？唉，不就在这里？撒姨，不要客气啊，当在自己家就行了。撒姨呢，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客气。你就开心了，一家大小搬回娘家来住，每晚的有家常饭吃，难为我自己一个人天天吃快餐呢。所以今天加完班呢，就叫你过来吃饭喽。那你好好吃个够吧。啊，哇，那我女儿赚的加班费还不够你吃的呢。哎呀，你以为我想让她加班吗？你知不知道有时候一个人倒霉起来，真的喝口水都塞牙缝了。不是一线牵有什么事吧？刚才咯，差不多收工的时候啊，有个女客人的家人上来吵，还差点弄得要报警呢。他们吵什么？我们之前呢安排了2个客人见面的嘛，谁知道那个女人呢被人骗财骗色，后来呢弄得吃药自杀，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没醒。刚才他弟弟呢就来大吵大闹了，说要告我们呢。你介绍了什么人给他认识啊？我们一向都是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然后安排见面的嘛。之后发生什么事，关我们什么事啊？所以我说，不做纵，不做保，不做媒人3代好。哇，万一那女人死了，那你就成了间接的杀人凶手了。不会这么严重吧？你也不用这么担心。这样吧，明天你去医院跟人家说几句好听的话，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都怪那个子晴不好，他老爸说帮兄弟开餐馆可以理解，他自己都那么大了，还学人家跑去读书，现在害得我们一线牵乱套了。照我说，最倒霉的还是张 Sir， 突然间天各一方，想起来都觉得他可怜。幸好正义这人呢忠贞不二，否则要人家等几年啊，嘿，一定散了。话说回来啊，我们也很久没见 DIE 的旧同事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为了我们组织崇高的理想，杀你一个半个算得了什么？跟我来！放开人质，你已经被虫虫包围了。为了拯救全世界，我已经准备做出任何的牺牲。现在就先让他当陪葬。哎呀，我晕了！来人呐，快点，别这么认真了，照剧本来，被飞虎队制服。哎呀！你们的反恐特警果然身手了得啊！那当然了，为了确保金牌选手的安全，所有参与反恐演习的特警，个个都去苏格兰场受过训，肯定在1分钟之内可以拯救人质，解决所有危机。别以为装李小龙上身就了不起了，遇到我们这些特警的精英，你也照样得死。哇，居然这么说，这次麻烦了。万圣节啊！这些特警。李小龙，李小龙！李小龙，神龙摆尾！哇！我告诉你，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不可以侮辱一代宗师李小龙先生，听到没有？张正义。Hello， 又到了警讯最受欢迎的环节——法证群英的时候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美人儿，今天很开心带大家来到化验室，去访问一位当今世上最帅最有型的法医官皮耶。跟我来吧，他就在里面。Hello， 皮耶。我知道很多朋友对法医的工作和解剖尸体的过程都很有兴趣的，绝对没问题。但是呢，我想大家对你的私生活更加有兴趣。私生活？比如你的美满婚姻生活呢？我知道你有一位很好的贤内助哦，是吧？说得对。那你有什么想对这位这么支持你的贤内助说呢？要说什么？要不你用法文在镜头面前对他说一声 I love you。真的要说？喂，当然了，说。好，我说。是的。其实是丹这句法文是 I love you 的意思，是丹。老大，这里已经够冷的了，还要听你们两个说这么肉麻的话，怎么忍呢？你们俩演吧。太离谱了，这种事你也敢做？哎呀，Sir 啊，现在的观众不喜欢看硬邦邦的，他们喜欢看一些软性的新闻。你看那些头条就知道了。不是每个观众都能忍受解剖尸体这种事的。可惜更没有人喜欢看你们夫妻俩对着镜头在这打情骂俏。拜托你做事不要这么离谱，行不行啊？这全都是投诉你的，不是投诉你做事公私不分，就是投诉你整天不停的补妆，耽误了拍摄进度。Sir 啊，这些观众懂什么呀？现在进入高清年代了嘛，我当然要补个好妆，不然可能会影响我们警队的形象。你别怪我不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下个礼拜即将上演的那个真人秀，你要做得体体面面、漂漂亮亮才好啊！如果再有什么差错的话，你就好好练练你的脚力吧。练它干嘛？回去巡逻。宝宝，你老爸是神探。宝宝，哎
呀，麦德行啊，你多好啊！生完了孩子，身材保持的这么好，可怜我，吃东西要掐着算着，怕上镜胖。那你就学我啊，一天到晚带着孩子，要不就喂奶，要不呢就是换尿片，想不瘦还挺难的。喂，刚才你好像说的那些事，有一半都是你家人做的，所以我才搬回娘家去住嘛。如果要我整天照顾孩子，我宁愿上班抓贼好啊。也不是啊，其实孩子呢很容易带嘛，他在美人这么久啊，也没有哭过一声啊。什么？你没听过吗？小朋友最喜欢美女了，你喜欢就自己生一个哦。你以为他不想啊？要等我姐姐回来，他才有机会啊。喂，对了，这么久没见，大家工作做得怎么样？哦，很好，麦蛋。前2天我和正义参加一个反恐训练，很刺激。哇，正义啊！说到刺激啊，我更刺激。前2天我做警讯访问皮耶，在停尸间里面，突然间尸体就坐起来了。有这种事？不用这么紧张，尸体呢其实是临时演员，他说受不了停尸间的冷气，所以就坐起来了。哦，你们多好啊，每天都有这么多刺激的事发生，难为我啊，只能带孩子，很闷的嘛。对了，话说回来了，费 Sir 退了休，在苏格兰那边怎么样了？哦，我今天收到费 Sir 的明信片了，是吗？他说在那边开了一家餐厅。哦，麦 K 就是卖蛋糕啊。啊，这个费 Sir 啊，咬文嚼字回自己老家了。哎，你们还记不记得费 Sir 那句金句啊？什么 Free competence are smarter than Mr. 猪？我告诉他，诸葛亮不是姓朱的，是姓诸葛的。当然记得。喂，有一句呢是 Happy brother his wife said， 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当然记得了。顺德歌星永远是扫一嘛。真搞笑啊！哎，想起以前在 DIE 的日子呢，真的比现在开心多了。也不是啊，现在大家都很好，也有表现，也有进步。哎呀，到时间了，先不说了啊。哎 ，Madam， 我把孩子还给你啊。来，我要去做飞手了。美人，你要喝喜酒吗？不是啊，接下来呢，我要拍那个警讯的真人秀啊，我怕出镜不漂亮嘛。哦，你不是说过2天那个突击扫黄的真秀吧？是啊。我和小凤姐也有份儿啊。是啊。不会吧？那个秀我也有份儿啊！我们 DIE 这次又可以在一起了耶！一起做飞手，一起去好不好啊？有没有位子啊？有，我帮你约。Hello， 又到了警讯的时间，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美人儿。今天我很兴奋，因为我会带大家去参与一场突击扫黄行动，而这个行动的主持人有我们重案组的于 Sir。于 Sir， 这个行动的详情是怎么样的？简单来说呢，这次突击扫黄行动主要是打击区内的色情场所，而这个突击扫黄行动除了有我之外，另外还有2位警队的精英，张 Sir、谢 Sir。看 ，OK。好紧张，差点吃螺丝。喂，美人，我刚才吃螺丝了吗？吃你个头啊！你只是对着镜头笑和点头而已。吃什么螺丝啊？要不要给你个特写？可不是，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扫黄，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哎，可惜第一次上镜嘛。对了，万一对方反抗，那怎么办啊？小凤姐，你不用这么害怕，剧本里面都有了，无论嫖客还是那个妓女，都是临时演员扮的，不会有事的。那朗哥就有经验了。总之一会儿你们就英俊不凡，我就化好妆，准备等记者访问吧。这次行动不是保密的吗？怎么会有记者啊？肯定是有人放消息出去了。哦，什么？如果不上个头条，我怎么有机会进娱乐圈呢？出发！耶！好歹我们这次也是突击扫黄行动，就这么搭电梯上去，好像不够气势似的。于 Sir 说的对啊，飞虎队什么时候搭电梯上去抓贼的？反正电梯也上去了，走楼梯。Let's go。早知道楼梯这么高，就不装英雄搭电梯了。什么时候才到9楼啊？真惨！就算坚持上去，也无力扫黄了。你们不要数着，不要看着，什么都不要想，坚持一下，很快就到。于 Sir 说的对啊，你们2个爬就爬吧，这么多废话。不行了，歇一会儿。歇什么，小凤姐？
9楼啊！不可能啊，这么快就到了，我们明明走了。但真是9楼啊！别说这么多了，事不宜迟，立刻行动！走走走！啊 ！Come on， 这边。9位9位，警察上班！哎呀，拍什么门呐？摄影师，准备。拍好点啊！哎。哇，什么事啊？竟然连佣人都请了，花了本钱了啊！厉害呀！喂，你们干什么？布置的像家庭的感觉，可惜啊，骗不了我们。正义，交给你。喂，你们是什么人呐？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呀？有话到警局再说。你们干什么？于 Sir， 我怎么觉得这个嫖客呢，好像很眼熟啊？巡警拍来拍去都是那2个演员，当然会眼熟了。哎呀，走吧，喝茶了。宝宝，你爸爸就好了，可以跟 DIE 的旧同事一起扫黄。我跟你扫什么呀？扫货啊！睡着了，白说。不管中锅大锅，所有的污渍，保证你一干二净。我立刻示范一次给大家看看啊！那，看着啊！只要这么随便擦几下，是不是很神奇呢？啊！哇，有人裸跑！喂，这是魔术表演，搞气氛吗？大家都知道啦，由于时间的关系。哇 ，UFO 啊 ！UFO 哪儿有啊？啊，我的洗洁精！啊，我的锅！哎，我的锅！站住，别跑啊！我的锅呀！站住！别跑啊！大口音，连老太太也骗。哎，师姐，正好，麻烦你帮我看着孩子，谢谢你啊。那。成功耶！于 Sir， 其实我们是演戏，不需要这么认真啊。这么捂着他，随时闷死的。哎，拿着算了，好吧。哇，你们这群傻子，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呀？老实说，你的样子真的很面熟，你是不是灵眼的头啊？那个家宅不宁是不是你演的？我们九爷的喽，你知不知道他是你们的顶爷？你们居然不认识？我们九爷的喽。你们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真的是顶爷啊！真的！快 ！Sorry sir， 我们可能弄错了。我们不是去9楼 A 找鸡窝吗？是啊。刚才我那层是6楼啊，你们有没有看错啊？完了！什么事啊？下面有很多记者等着呢。记者！那怎么办啊？那你们先不要慌张。现在首要任务呢，就是想办法掩饰你身份，别让记者见到你，或者是拍到你。对。于 Sir， 这么多记者怎么办呢？没事，把他当重犯一样押出去，那就神不知鬼不觉了。来，警察做事，让一让啊！让一让，志愿全都换了，不要！大口音，声音这么熟啊！大口音站住！别跑！等！哎，别跑啊 ！Sir， 岂有此理！我本来在试化妆舞会那套衣服，结果那帮混球冲上来了，搞砸了，坏了我的好事，太过分了！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任务就弄得一塌糊涂。依我说，干脆开除他们几个。照我看呢，想要对付这几个混球，唯一的办法就是重组 DIE。重组 DIE， 正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垃圾送回垃圾站，这些警队垃圾就应该扔他们去垃圾房。你这个建议简直太好了。但是费格逊又退休回老家了，找谁才镇得住这些混球呢？什么？上面决定重组 DIE？ 哼，通告都出了，
啊，真是想不到，我又可以跟正义一起做事了。有时候想想呢，宁愿查那些陈年旧案件，也比做那些什么真人秀好啊。太不公平了！搞砸底爷的事我也有份吗？凭什么你们可以回 DIE， 我就不行？你还说呢？你为了抓大口鹰，把宝宝随便扔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带。幸好现在宝宝没事，不然的话你真的会后悔的，宝宝啊！什么素不相识啊？人家知道那个是同事，我才交给他的。现在宝宝不是安全回来了？可怜人家推着婴儿车追你几条街，追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管啊，总之你们要回去 DIE， 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们早就说好了，为了让宝宝健康快活的成长，你要停职1年，全心全意照顾宝宝的吗？要不是当初我抽牌输了给你，我才不会这样呢。那你是不是想再抽一次？那副牌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牌，次次都是我输。也许命中注定呢，你要照顾宝宝呢。你以为这份工作容易做啊？很多人想做还做不了呢。其实为了宝宝的健康着想，你真的很需要贴身照顾他。那你就当这半年呢，执行一个特别任务，暂时先做一个妈咪特警吧。妈咪特警啊？嗯。回到 DIE 啊，人都精神多了。没错，看这个 DIE 一点都没有变过，我那部古董电脑还在那儿呢。哇，你看看，一尘不染啊！难道我们回来之前有人帮我们大扫除了？肯定是费 Sir， 你看看，他的座位还是那么干净，肯定是他回来过。你别傻了，费 Sir 已经退休了，他们怎么会那么大方买张机票请他从苏格兰回来呢？对吧？那倒是。对了，又会是谁当我们的头？会不会是潮州音乐叽叽咕叽叽，没人管呢？嘿，管的是不是叽叽咕叽叽呀？我全把都带回来了，有空练一练的多过瘾呢。其实谁当我们的头都无所谓的，但是他一定要像费 Sir 那样执行这个积极不干预政策，还有无为而治的精神。但是费 Sir 是稀有动物，我看警队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老实说，我们不是因为出了错，也不会重返 DIE 的。他做我们的头，那他出的错岂不是更严重啊？罗 Sir， 从今天起，我就是 DIE 的负责人。我也猜到了，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高层会议，罗 Sir 被人抓的打游戏机？何止啊，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保护外国政要去看花车，他把枪丢了，幸好后来在垃圾桶找到了。还有啊，我记得有一年回归纪念日升旗礼，他站在那儿看着看着中暑了。有印象，有印象。还有一次扫黄行动，一次抓了几10个援交妹回来，罗 Sir 太兴奋，忍不住拿手机出来做个 V 型手势拍照啊！印象深刻，印象深刻。没错，我给他当 DIE 的头啊！哎，是，觉得好笑吗 ？No Sir， 大家坐同一条船，我们绝不会笑你的 Sir。Yes Sir， 放心 Sir， 不笑你 Sir。看你们几个人态度散漫，毫无纪律，简直是警队的耻辱！我不管费 Sir 以前怎么管你们，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头，所有的事都要照我的风格去做，知道吗 ？Yes Sir。大家听到了，立刻把旧档案翻出来，看有什么案子要跟。混账！谁让你们去查了？没学走先学跑。今天的首要任务是把档案室里的档案全部重新分类。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档案吗？分到什么时候？这件事一定要做，一天没搞定就别想着查案，明白吗 ？Yes Sir。喂，伙计，这是什么柠檬茶？这么涩，叫人怎么喝啊？喂，大叔，这是普通茶餐厅，收你10块钱一杯，就是这种水准了。要喝好的，去大酒店啊。岂有此理，个个都跟我作对。可是费格逊他退休回老家了，那到底谁才能镇得住这些混球呢？这样吧，罗 Sir 呢，身为于子朗的上司，这次于子朗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我看罗 Sir 你多少也得负点责任嘛。黄 Sir， 我看你说的话没人明白。哎呀，最重要，罗 Sir 你明白呀？你知道我这个人呢，向来都是对事不对人的，以事论事。这次重组 DIE 这个这么好的主意，由罗 Sir 你亲自提出来，那领导 DIE 的重任
真的非罗 Sir 你莫属啊！黄 Sir 说的有道理啊。如果大家都没有异议的话，就这么决定了。哎，我赞成，赞成，罗 Sir 最佳人选呐！嘿嘿，哎呀，罗 Sir，你看兄弟们多支持你，这是众望所归呀。换了是我，哎，一定当仁不让啊！老实跟你说，我们个个都看好你，你到了 DRE 一定大有作为。那这个历史重任就交给罗 Sir 你了。这群废物，居然有种笑我！你们等着瞧！我不弄得 DRE 天翻地覆，我就不叫罗有恒。哎呀，香肠糊香了，懂加点什么呀？蜂蜜这样才够啦。香吗？你们干什么？罗 Sir，家庭同乐日啊！罗 Sir，我们 BBQ 要不要参加啊？罗 Sir，你也来烤一块合你口味的猪排吧。罗 Sir，现在的火很旺，来一块。宝宝，叫罗 Sir 啊。对啊，嗨。喂，麦德星，你不是放大假吗？在这儿干什么？我一个人吃饭不知道吃什么好，看到那家 BBQ 商店大减价，就买些鸡翅膀、香肠跟大家一起 BBQ 了。罗 Sir 吃饭没有？来，一起吃，多个人多支餐。来啊，牛蛙很香的。这么有空出来 BBQ， 档案分好了吗？哎呀，太简单了，早就分好了，就等你回来过目了。真的都分好了吗？是真的，骗你干嘛？只有这么多吗？还有其他的呢？其他的在这里，罗 Sir。什么？还有这么多其他？其实这些档案真的很难分的，就拿其中有几个案件来说吧，先奸先杀，后奸后杀，不奸也杀，奸到一半然后杀了，杀了之后再奸另一半，那这种档案很难分呢，就分到其他去喽。是啊，还有啊，比如这几个吧，不知道放在抢劫案好呢，还是放在谋杀案好？其实谋杀案呢也分很多种的嘛，有被毒毒死的，用枪打死的，用刀刺死的，用绳子勒死的，还有啊，有的呢是被人推下楼摔死的，还有那个呢。哎，够了，一群蠢家伙，分类很难吗？我做给你们看。罗 Sir 做事果然有工作效率。何止啊！你看档案放得多整齐，就像用尺子量过似的。罗 Sir 真厉害呀！不愧是我们 DRE 的头啊！罗 Sir 英明，我们光荣。罗 Sir 英明，我们光荣。罗 Sir 英明，我们光荣。我岂不是很笨？喂，静静。什么？撒姨见鬼进了医院？怎么样，撒姨，没事吧？你是没看见，要是你看见，你也有事。你知道真的很恐怖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鬼，原来真的会吓死人呢。撒姨，你不要一直都在说见鬼，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是啊，好好的你怎么会到医院来了？都怪慈朗喽！慈朗叫我来看那个女客人吗？那我就将心比心买了束花来医院看看她了。我还记得我到医院的时候呢，大概是6点钟。谁知道我来了才知道，那个女客人在1个小时之前断了气，结果我人没见着，被她那个凶巴巴的弟弟骂得我狗血淋头。哎，一个人倒霉起来啊，喝水都塞牙缝。我打算走了，谁知道居然呢电梯也坏了，不是吧？那就走楼梯了，谁知道走到半路。不会真的有鬼这么恐怖吧？是啊，电表房怎么可能会有一具尸体在里面？我哪知道啊？知道我就不会走过去被他吓死了。那些警察很过分呐！现在见鬼的人是我，我是受害人呐！他们现在把我当贼呀，抓着我问东问西。总之都是你不好，害得我见鬼。哎呀，你们说，会不会那个女人认定是我们一线牵害得她被骗财骗色，然后死不瞑目？现在回来找撒姨，你报仇啊！真讨厌，妹妹，你别吓唬我！慈朗啊，我现在怎么办呢？撒姨，你冷静一点，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鬼啊？其实是有人来医院里偷尸，运送途中惊动了其他人，情急之下就把他扔进电表房了。是啊，放心吧，这是一件简单普通的案子，警方很快就会查出真相的。希望如此啦。唉，
当初呢介绍对象给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怕帅哥太花心，特地给他选了个老实的，没想到还是出事。早知道这样，当时就叫他选个帅哥了。哎，你现在没事就行了。怎么样？要不要我们帮你办手续回家休息啊？啊，不行啊，晶晶跟子朗呢回娘家，子晴和姐夫去了美国，那么大一个家，就我一个人。我今晚留在医院里过夜好了。佩佩，你陪我啊！想不到撒姨真的怕成那样。尸变呀，有谁不怕？但是你刚才不是我刚才就是怕撒姨怕，我才随便说了个谎话，说被人偷尸。其实真的是尸变也不奇怪。尸变？你说真的？这个世界无奇不有啊。真的是尸变，有什么奇怪？那一会儿佩佩留下来陪撒姨，如果尸体再跑出来找他们算账怎么办？完了！啊，我们麦登行也会怕成这样，小心你的丑态被人拍下来。讨厌！讨厌！喂，皮，于色，你在哪儿？我在电梯里被人打呢。于色，麦董行，正好发生了一件怪事，走。怎么了？有什么要给我们看的？是这样的，之前呢发生了一件怪事，在医院楼梯间的电表房发现了一具死尸。后来我出于好奇心，于是找了个后辈的录影片段来看。谁知道是不是真的拍到有人来偷尸啊 ？Le small, le pas passé。哦，他说你别这么着急，哦，快一点吧，你废话真多。那，这就是死尸了。不必你解說古怪的暗號，只因我一對天眼始終大怒，心思精細總有分數，當俘虜冤案總破得到，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卻步，只需要根據感覺他的引導，機警的我總有一套，問誰賣力實力我認最好，逐步構思我分析圈中哪個可以，然而縱使身體此刻透支。來望我知，穿梭空間太過樂意，讓你知，我話是追根究底，一心偵緝到底，絕對機警偵探出位，憑我事實上懷有絕藝，追根究底，始終偵緝到底，撞破艱險的計中計，憑我解開。